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2月8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88.18，收盘价是187.58，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89.79，最低价是在182.68。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7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当日的成交量是1.113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9倍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上行的走势在增强。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微小的红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2月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这样的线型通常我们把它称作叫蜻蜓线。那这根蜻蜓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横盘后的反弹中。那蜻蜓线啊，通常是变盘的信号 K 线。那如果它出现在相对高的位置，那将会变盘向下；如果是出现在相对低的位置呢，那股价将有可能会变盘向上。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高，同时也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那这样的信息啊，说明股价是要继续反弹的。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当日的成交量呈现的是量缩。那出现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蜻蜓线预示着向上，并且呢收盘价站上了这个前高和这几个重要参数，但是成交量缩，说明啊反弹不坚决，也就是多头的力量并不坚决。那我们也会看到股价在目前的这个位置啊，也是多空双方还是在僵持。那么我们现在还要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定义的是1月25日和1月26日两个红 K 合并起来的是一根红 K， 然后这根红 K 和1月29日的绿 K， 那么它们形成的是一个旭日东升哈，也就是说在低位的这样的一个 K 线组合呢，将是止跌或者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那么这两根 K 线，这个 K 线组合的最高，它们的最高193，还有下方的180啊，是重要的标志。那我们会看到之后的交易日啊，股价的收盘价一直是在193和180之间运行，并没有突破。那唯一出现所谓的突破，就是说，出现了新高和新低。那所以目前我们会看到多空双方一直是在这个区域内僵持。那出现这样的一根蜻蜓线啊，说明股价是在继续的一个横盘中。那日后股价突破呢，我们认为首先上方是要突破193，下方是要跌破180，这是比较窄的一个横盘的区域。那出现这样的蜻蜓线，如果是要继续反弹，我们认为股价日后只有站上这根蜻蜓线的最高，也就是190，那么我们认为才有可能会突破193。但是如果股价跌破了这根蜻蜓线的最低，也就是182.68，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测试180。我们在这里指的是收盘价。好，那总结一下，在这个位置出现蜻蜓线，
成交量是量缩，说明多空双方会在这个区域内啊，继续维持这样一个横盘的走势，前提是不突破193和180。对，好，那这是我们对这个K 线信息的解读。当然，如果我们对于2月8日来说，我们这样说，出现蜻蜓线之后，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是高开盘，那么股价是容易向上；但如果是低开盘呢，股价是很容易向下的。好，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188附近。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收盘价会在178附近，在这个位置。实际在2月7日收盘价是在187.58。那至于我们预测的，也就是出现了反弹。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不仅在点位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同时这个收盘价的性质也是相同。再有一个，当日生成的这根 K 线的走势啊，与我们预测的反弹也是完全相同的。那我们来看之前。在前一期视频，我们还给出2个点位，一个是上方的186.5，也就是这根绿 K 的最高，还有一个下方的180，就是股价目前我们会看到新生成的 K 线是突破了这个向上突破的这个区域，对，也就是出现了反弹。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啊，出现蜻蜓线，在相对低的位置是容易反弹的，所以当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次日应该是一个高开盘，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那对于2月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股价上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96，这是前一期视讯我们刚刚定义的。对，那196相对于目前的股价是前高，站上它将会瓦解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空头趋势，也就是不再出现头头低，而会出现头头高。对，那站上这个196呢，我们说股价将会有转为多头的可能。那继续向上的目标就是241，这是第二个目标。但是在到达它之前，我们会看到这个缺口是压力，其中2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在2月8日是到达了200关口，这个位置将会是股价上涨的一个继续如果反弹的话是一个强压力。那我们再次重复说明，就是股价在空头一旦出现反弹，然后再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那么股价将会转为多头趋势。对，所以在到达241之前啊，20日均线值将是重要的标志，也是强压力。好，强压力我们认为不代表就是不能突破，但是强压力是重要标志，也就是股价反弹到这个位置啊，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或者多头力量不坚决，那很容易遇20日均线值而再次出现反转向下。对，好，其实我们说到这里也就看到，股价如果继续反弹啊，这根蜻蜓线的最高190。还有这根红 K 的最高193，还有196，这都是关键的要站上的位置。好，那241再向上，当然就是265，就是要就是恢复这样的一个下跌，就是重新站上265。好，那么这是上方的3个目标，我们再来看下行。下行当然第一个目标就是175，就是再次出现低低低。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的这样一个线型，可以看到在高位如果是
我们会看到大幅下跌、反弹、再下跌、再反弹，然后这个地方出现蜻蜓线是价涨量缩。那我们说，如果次日出现一个低开盘，那股价是很容易反转向下，而在接下来的交易日会去测试175，再次出现低低低，也就是继续维持这样一个空头趋势。所以我们会看到，对于2月8日来说，这根蜻蜓线的最高，也就是190，将是一个我们特别要关注的一个位置。所以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做头的，因为成交量是量缩。对，好，那么第一个目标，下行就是175，继续维持这样的空头趋势。那175之后，下方是152，这是股价如果继续下行，或者我们说目前股价还没有转为多头，现在目前还是空头趋势，那这一波下行它的目标就是152，对，就是要瓦解瓦解这样的一波，或者我们说叫吃掉这一波涨势，也就是要跌破这根 K 线的最低，或者我们说回补这个缺口。好，那么152之后，当然一旦跌破它，那当然继续下行的目标一定是102，虽然在这期间有很多的支撑位，有很多的缺口。对，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的3个目标。那我们再来给出2月8日盘中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之前我们给了180和前高186，然后186被站上，我们再来上移水平线到这个蜻蜓线的最高，也就是190附近。那其实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现在要向上突破的位置，关键的位置就是190。对，那在2月8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呢，就是说股价如果能够在190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很容易会继续反弹。但是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尤其是如果出现一个低开盘，然后在这个地方蜻蜓线的这个实体部分形成一个压力，那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反转向下。对的，所以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个蜻蜓线的最高是190。好，那下方呢，我们依然把这个180这条线来保留，因为180我们在前一期的视频当中，在看周 K 线图或者我们会看月 K 线图。我们回到月 K 线图，就是在我们1月31日的2月1日的那期视讯的一个解说中曾经说过，在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月，也就是2月份整月，我们要关注的就是180，180是这根反转向下的，这叫长红吞噬，就是我们会看到这根实体长红 K 线是吞噬了这个2个绿 K 的合并的实体部分，同时这个收盘价又跌破了这根红 K 的最低，这样一个长红吞噬预示着这个股价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行。但是如果在接下来一根 K 线，股价能够在这根长红吞噬最低的上方运行，也就是180.06上方运行，那么股价是容易反弹的。对，所以在2月份整月我们都要关注180，一旦股价在180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在接下来的交易月是很容易会到测试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底高的上行趋势线的，在这个位置是134和132，对，和这个当月这个 K 线的焦点。好，
好，那这是我们对之前的一个回顾，我们再回来看。好，这样一来，我们说这根这个180啊，我们一直保留这条线，我们来观察它。好，实际上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解读呢，也会看到这180啊，它应该是一个强支撑。如果一旦这个位置被跌破的话，那么股价一定会有一个大幅的向下的一个深度的一个下行。好，这是我们说的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一个一个观察位和我们当月要观察的位置。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我们有一个5%的强反弹的仓位，是在1月29日收盘价在192附近建仓。对，获利的目标是从198到199附近。对，当然之前也接近了这个位置哈。如果没有获利出场，那么我们之后一直给的止损位都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是184和下方的180。那么这个仓我们会看到收盘价都没有跌破过180，所以这个仓位是到目前来讲是继续持有的。那到了2月7日，我们会看到出现了蜻蜓线，也就是出现了继续反弹，又重新站上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然后也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那但是有一点，成交量不足，不是量增，所以在技术上，在这根蜻蜓线的收盘价187.58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的，当然也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我们指的是在技术上的操作规律建议。对，那么，对，那到了，如果这个仓位继续持有呢，到了2月8日，我们要给出的叫做止损位，我们依然给到180这个位置，也就是日后股价收盘价如果跌破了180，那这个强反弹的5%的仓位要即刻出场，这是技术上操作的纪律。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现在在这根蜻蜓线在2月8日，我们认为如果出现一个低开盘是非常危险的。对，那一旦出现一个低开盘，特别是如果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低开盘，那我们会看到，其实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都会成为压力。然后一定会有空头力量的进入，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跌破175。然后空头要守的位置是从这根蜻蜓线的最高190一直到上方的200关口，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也在这个位置。那这个区域是空头要守的位置。其实对于多头来讲，这个区域也是强压力，所以我们说股价在反弹的过程当中，上方的压力还是很大的，除非我们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2月8日，如果出现一个高开盘，甚至跳空的高开盘，那如果股价能够收盘价站上196，出现一根实体长绿 K 线，那我们说对于日后股价的反弹呢，也将是奠定了基础，也将是非常有利的。那股价一定如果出现这样的走势，那日后股价一定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对，再延伸说，如果出现了，我们刚刚说了下行哈，就是如果出现一根实体长绿 K 线，这叫一星二阳，这是一个上涨的 K 线组合的架构，那日后一定会上涨，或者至少会有新高的出现。对，当然我们说，这是说向上，向下我们会看到这是虽然是蜻蜓线哈，如果出现大幅的低开盘而最高不能到达
这根蜻蜓线实体的下方而出现一个反转向下，这相当于倒挂着一个悬在上空的剑啊，那么日后一定会推动股价的下行。对，所以我们会看到，对于2月8日来讲，走势是非常关键的。当然，我们又描述向上，又描述向下，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多空双方的力量是焦灼的。我们不排除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依然会在我们说的这个横盘区域的范围内，或者在对，这个横盘区域就是我们指的是190到下方的180之内。好，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补充说明。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2月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190前高，第二个压力位是196，是第一个目标。第三个压力位是从199到200关口，这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然后这是第三个压力位，缺口的上沿通常我们说是压力是很小的。我们再向上找一个压力位，就是218，这几个横盘区域 K 线的最高。对，这是第四个压力位。再来看下方的支撑，下方这个支撑啊，就是我们把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啊，都把它放在支撑的位置。虽然它们的区域啊，它们的我们测算的它们的范围是在前一日 K 线收盘价的上方，但是我们把它作为支撑。那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84一直到上方的188，对，然后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186到189，所以我们把它合并，就是第一个支撑是从184到189之间，第二个支撑是蜻蜓线的最低，这是一个关键的位置，是182，然后下方我们愿意给出是从这根绿 K 的最低是从177到180，这是第三个支撑。那接下来第四个支撑就是175。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2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这两个可能呢都是并行的，它取决于开盘。好，我们先说第一个，如果股价当日是一个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反弹。那如果出现这样的走势，那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8，上方会到达199，然后收盘会收在198附近。那出现这样的反弹，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也就是出现这样的反弹，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根实体长绿 K 线。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86.5，在这个位置。对，其实这样的低开盘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对，然后最低下方会到达178，在这个位置，收盘会收在181附近，还收回到180的上方。好，如果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呢，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7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2月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